家人们，咱就是说啊，厂商公布的那些折旧数据全都是营销的噱头罢了。今天呢，咱就来揭露18款贬值速度比智能手机碎屏还快的汽车。真的，它们贬值呢速度比屏幕碎掉的智能手机还猛。这些车啊，就跟在流血似的。车主们说不定睡一觉起来就平白无故损失好几万美元，心疼死了。咱先揭晓排名第1的那位选手，短短5年时间，他就能贬值超过8.5万美元。直接把车主6位数的购车梦想变成了财务上的噩梦，太吓人了！大家一定要看到结尾哈，这份清单说不定能让你避免犯下本10年最昂贵的错误。来，咱们一起倒计时，看看是哪18款车正在悄咪咪的变得一文不值。第2名，宝马7系。家人们，今天咱们聊个狠活，宝马7系它最近拿了个亚军，不是销量，而是贬值率。5年亏掉6万5千多美元，比他快的只有一位，堪称贬值界的千年老二。讲真，第一任车主开7系那叫一个爽，科技拉满，配置堆满 ，BBA 的旗舰体验给你整得明明白白。但你猜二手车主啥感受？我感觉他们每天都在打开盲盒，只不过开出来不是惊喜，是惊吓。为啥？因为这代7系简直是召回常客。刹车，拜托别突然失灵好吗？制动控制模块焊点断了，那感觉谁开谁知道。2方向盘。以前指哪打哪，现在跟得了关节炎似的，打起来费劲。3最新款的2024款，好家伙，刹车问题反复上演，你是在开赛车还是在开定时炸弹？更骚的是，这车上的科技简直就是电子赛博垃圾。你现在花大价钱买个曲面屏，3年后人家下一代 A-Drive 一更新，你这屏幕立马变老人机。那个高速辅助驾驶，新款也比你这个香，跟用功能机和智能手机一样。所以在二手市场，7系就是个科技过山车，没人当它是能传家的豪华车。再加上宝马祖传的电子通病和变速箱 PTSD， 这车保值率基本等于0。来，咱们算笔账，67%的贬值率意味着啥？你每拥有它1年，比养一辆全新的本田思域亏的还多。兄弟们，这叫买宝马养思域，买7系那真是步步是坑，年年在亏。第3名，日产凌风省钱陷阱，王中王。兄弟们，想花3000美元买台电车代步，是不是一听就心动了？我劝你先看看日产凌风，这车堪称省钱陷阱的祖师爷，5年贬值64%，说白了就是买新车开5年，直接打了个对折再骨折，价格是便宜 1.8万美元起，但它有个致命伤，电池衰减简直是二手市场的毒瘤。为啥？日产为了省那点成本，直接给电池搞了个被动散热，跟个大爷摇扇子似的，你指望它能给电池降温？别做梦了。天热点多充几次快充，电池分分钟给你阳痿掉，车主都哭诉，第4年电池容量就掉 15%， 开得多的或者爱用快充的，电池健康直接腰斩，剩 50% 就算好的了。什么概念？新车标称能跑84英里，约135公里，电池衰减后你满电也就跑个20公里，够干啥的？刚出小区就准备找充电桩，更狠的是换块电池的钱比这车本身还贵，你等于买了个裸奔的铁皮壳子，仪表盘上电池格子越来越少，心也跟着凉了。Nimble 分数据也实锤了，5年后这车就值 7.71% 的钱，新能源车里都算灾难片级别了。总结，凌风一个用极致省成本换来了极致毁口碑的典型。第4名，玛莎拉蒂总裁。兄弟们，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话题，玛莎拉蒂总裁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它能给你顶级豪华轿车的快乐，也能给你钱包被掏空的痛。先上结论，这玩意儿5年能贬值 83%， 啥概念？一辆13万美金的大家伙，5年后只值2万3，直接让你体验一把辛辛苦苦好几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酸爽。这哪是买车，这是买了个理财产品，而且是负收益的那种。你可能要说，玛莎拉蒂啊，那气场、那设计，还有那声浪，哪个不是梦中情车？没错，它确实是 S 级和7系的对手，颜值上绝对是降维打击。一踩油门，那声浪简直耳朵都要怀孕，法拉利听了都得喊声前辈。但是这车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典型案例，光听声浪好听，里子全是坑，底盘下藏的是啥？是可靠性噩梦。你以为只有小毛病，太天真，这车通病就是电路封、悬挂废，变速箱也给你耍脾气。最离谱的是某些年份的车，内饰在太阳底下暴晒，高温一烤，塑料件给你融化咯，这哪是旗舰，这是定时炸弹啊！有人说它的10年保养费才9000多刀，好像还行，兄弟格局小了。这就好比在 ICU 里挑了个最健康的病人，他能健康吗？你细品，他有接近 20% 的概率要大修，这意味着你开的每1英里都像在赌博。用 83% 的折旧率来算，你买辆新总裁开5年，贬值的钱够你买俩二手的了，这笔账自己算。一句话总结，想买总裁，先问问你的钱包，他准备好被总裁了吗？
第5名，玛莎拉蒂 Ghibli。各位车友，今天咱们不聊大牛，也不聊小牛，来盘一盘玛莎拉蒂 Ghibli。这款车可以说是买新不买旧法则里最生动的反面教材，没有之一。数据说话，5年车龄，平均贬值率 64.7%， 个别年份车型更是高达 82%， 这曲线看得人心疼。为啥？因为它从诞生之初就定位尴尬，想下探市场去硬刚宝马5系和奔驰 E 级，结果发现豪华这碗饭不是换个标换个声浪就能吃上的。动力总成，声浪大于灵魂，它的 3.0T V6 双涡轮声浪确实能给你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，但实际驾驶感受、动力响应和爆发力跟它的同级对手比，总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，有点叫好不叫座的范儿。内饰工程，意大利皮肤，美国灵魂，内饰是 Ghibli 最大的槽点。用料看着还行，但细究你会发现很多开关部件能清晰地找到同平台的克莱斯勒 300C 的影子。车主们戏称一掀地毯全是道奇的零件，这不是什么个性化设计，这是典型的成本控制下供应链的拿来主义，豪华感大打折扣。可靠性，无尽的修车清单，可靠性 Ghibli 的黑历史能写一本书。早期版本内饰部件热变形，离合器故障频发，胎噪大到离谱，轮胎消耗快如赛车。Carboss 把它评为史上贬值最严重的汽车之一，这帽子他戴得心服口服。总结，谁是他的归宿？所以新车 Ghibli 我给的建议是 pass， 除非你不差钱就为个牌子。但对于预算有限的玩家，二手 Ghibli 确实是一个门槛很低的入门级超跑。它的优点是便宜，缺点是你懂的，你得是个懂车、能修车，并且享受这种战损风的玩家。这车玩的是个心态，更是一份与修理厂的深厚情谊。第6名，玛莎拉蒂 Levante。 嘿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看玛莎拉蒂 Levante 挺帅，想捡个二手的尝尝鲜？先别冲动，听我给你唠唠这台坑王之王的血泪史。这车保值率有多惨？5年时间车价蒸发超过 60%， 当年花100多万买的，现在30多万都卖不掉，这哪是贬值，这是跳水啊！为啥他这么不受待见？因为他想学宝马 X5 运动，又想学保时捷卡宴舒服，结果啥都想，啥也玩不转。加上玛莎拉祖传的通病 Levante 直接把不靠谱3个字焊在了脑门上。别不信，当年 FCA 那会儿 Levante 和 Ghibli 的故障率跟自家兄弟克莱斯勒、吉普并驾齐驱，都是高端车里的反面教材，啥问题都出，悬挂、电路、刹车、转向，甚至油箱漏油，召回都搞过好几回。当然你得承认他帅，尤其是那台 V8， 一脚油门下去，声浪贼拉好听，但兄弟咱得现实点。那好听的声音能当饭吃吗？它那高昂的保养维修费，还有出了问题找不到 4S 店的尴尬，才是你买车后的日常。所以你现在看二手市场价格诱人是，那是前车主含泪给你打下来的折扣。你图便宜，图的就是这个，但你图的其实是别人留下的所有麻烦，这买卖怎么算都不划算。第7名，特斯拉 Model X。Hello， 各位老司机，今天我们来理性的盘一盘特斯拉 Model X， 看看它为何在贬值率榜单上名列前茅。核心问题，旗舰光环下的品牌贬值危机 Model X 的困境，其实是特斯拉品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缩影。它完美踩中了所有高端电动车贬值的核心痛点：一、价格屠夫的自恃，特斯拉素有价格刺客之名，频繁的降价策略，直接将早期车主的二手车价值砸穿。这不仅仅是 Model X 的问题，但作为旗舰，它承受的伤害最大。2、技术迭代的速度，电动车的技术迭代太快了，去年的天花板，今年可能就成了及格线。Model X 在发布时的很多黑科技，如今看来已是标配，甚至落后。3、市场选择爆炸，当年想买高性能纯电 SUV 可能只有 Model X， 但现在呢，蔚来、理想、保时捷、Rivian 一众对手带着更长的续航、更快的补能和更扎实的做工杀入市场，特斯拉的唯一性优势大。然无存细节剖析，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成本，根据 IC 数据 ，Model X 1年内仍有 7.3% 的贬值率，超过4000美元，而它独有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。1、鹰翼门，这是典型的设计美学与工程可靠性的博弈，它确实炫酷，但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机械结构和更高的故障风险，一旦维修费用堪称天价。2、空气悬挂与简约内饰，空气悬挂提供了优秀的舒适性，但后期维护成本高昂，而标志性的极简内饰在用料和做工上的短板，随着车辆使用会逐渐显现，缺乏豪华 SUV 应有的厚重感。最终结论，情怀终将褪去，价值回归理性。Model X 无疑是划时代的产品，但在2024年的今天，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注脚。对于二手买家而言，它的品牌溢价已经消失殆尽。与其说是在买一辆车，不如说是在为一段历史买单。
但这份历史代价可能有点高。一句话总结，曾经的梦中情人 Model X， 如今更像是一个华丽的教训，想买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和心态。第8名，极星2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来聊个惨案。极星2这车，说实话，出厂时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可惜命不好，生错了时代。第一宗罪，品牌小透明，极星。听起来像不像科幻片里的外星组织？没错，人家是亲生的沃尔沃，但可惜亲生的娃在咱们这儿也不值钱。想卖二手车，买家一脸懵，这是啥？新势力没听过，瞬间劝退90%的潜在买家。第二宗罪，贬值过山车，这是电车界的通病，但在极星2这儿简直是病毒式传播，车价跳水跳得比你心情还快。连线杂志都看不下去了，专门发文吐槽它价值波动剧烈，堪称一绝。说白了，就是没人知道它到底值多少，车主想卖，买家怕坑，直接进入死循环。你买它不是买了个车，是买了个理财产品，而且还是负收益的那种。第3宗罪，售后老大难。之前是沃尔沃的亲儿子，现在单飞了，听着挺酷，对车主有啥用？出了问题 4S 店能找到吗？服务能跟得上吗？答案大家都懂的。对比 BBA 奔驰、宝马、奥迪那种根深蒂固的服务网络，极星这势单力薄的架势，让谁买二手都心里发毛。谁买二手电车不是为了个省心，结果买个祖宗回去供着。算了算了，总结一下，极星2就像一个长得好看但家境贫寒，还随时准备跑路的高冷男神。车是好车，沃尔沃的底子在那儿，精工细作，但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，情怀和品质真的干不过现实。如果你不差钱，就当为爱发电，那还行，但要是想保值想省心，兄弟听我一句劝，这雷咱不踩。第9名，凯迪拉克 Escalade ESV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今天咱老王不整虚的，就聊聊保值率榜上的第9位，凯迪拉克的 Escalade ESV， 就是那个加长版的凯雷德。这车你说它牛不牛？真牛！在美国那是身份的象征，就跟咱们觉得奔驰 S 级一样。新车开出来，那块弧形的欧莱丽蒂大屏跟电影里似的，谁看了不喊一句我操？还有那个 Super Crew 辅助驾驶也挺给力的。说实话，这车刚上市的时候，确实能惊艳到所有人，能开上它，说明你混得不错，成功人士的标配。但是啊，老话说得好，买的没有卖的精，这么一台精密的豪华机器，问题也跟着来了。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。从21年到24款 6.2L V8 发动机动了大手术，召回59万多台。为啥连杆和曲轴不行？大修发动机是跑不了的。你想啊，一辆几十万的车，发动机说换就得换，这谁受得了？变速箱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又召回46万多台，说啥后轮会锁死？我的天，这在路上多吓人啊！这可不是小毛病，这是要人命的事儿。所以你到了二手市场就尴尬了。买家都清楚这车的病史，知道你跑了不到10万公里，发动机可能就是个定时炸弹。他买你这车等于买了个风险包，那价格能给你砍下来一大截，再加上什么电磁悬架不灵了，空调也闹脾气，一堆毛病堆一块儿。你再看看它的文化符号地位，在可能要命和可能倾家荡产面前，啥地位都不好使了。说白了 ，Escalade ESV 就是个富贵病缠身的巨无霸。看着风光，伺候起来那叫一个费劲，卖的时候也得割肉割得心疼。第10名，英菲尼迪 QX80。家人们，今天咱们来聊聊车界的大冤种，排第10名的英菲尼迪 QX80。这 QX80啊，5年能贬值65%，你说讽刺不讽刺？要知道，它和日产阿马达那机械结构简直一模一样。你花着豪华车的钱，结果钱就跟流水似的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在2025款出来之前，这 QX80完全就是个小透明，平台老得掉牙，油耗高的离谱，性能还干不过竞争对手。内饰看着是挺好看，可跟日产的兄弟车型一对比，也没啥大差别。就这还卖那么贵，真不知道贵在哪。Repair 给他打了35分，满分50分，乍一听好像还行，但你要知道他在19款豪华大型 SUV 里排第1，你就明白这细分市场有多拉胯了。可不是说这 QX80 有多牛。这车上的问题也是一堆一堆的，空气悬挂动不动就出故障，电气系统小毛病不断，能让电池一夜之间就没电。早期的 QX56 车型还有正时链条的问题，二手市场的价格就把这些问题全暴露出来了。你花8万刀买的豪华 SUV，5年后就只值2.8万刀，简直血亏。2025年重新设计，说不定能有点改变，但英菲尼迪这品牌跟雷克萨斯、凯迪拉克比起来，二手车保值率那可差远了，历史经验摆在那儿呢，大家买车可得擦亮眼睛啊。第11名，宝马 M8 四门轿跑。宝子们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排名第11的超火车型宝马 M8 四门轿跑。
这玩意儿啊，贬值起来那叫一个猛，5年内直接贬值59.6%，那价值83475美元，就像晨雾一样，歘一下就没了。轿跑版稍微好那么一丢丢，5年贬值54.5%，但不管咋说，这高昂的售价和巨大的折旧，那就是绑一块了。跑都跑不了，咱得说说这宝马 M8 4门轿跑，那性能简直逆天了。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动力直接超过600马力，还有竞赛级调校，开起来那叫一个爽。内饰豪华得跟宾利似的，那些专注运动的跑车在它面前都得靠边站。新车起价大概14万美元，买它就等于跟全世界喊我有钱，就是这么任性。但是宝子们，现实很骨感啊。5年之后，你那花14万美元买的 M8 就只剩大约6万美元了，你就相当于白白烧掉了8万美金，就为了开一辆一直贬值的高性能轿车。而且现在市场上根本没多少人稀罕性能轿车，敞篷版虽然损失稍微小点，3年跌幅38.6%，5年跌幅54.5%，但还是每年都得损失好几万。这些车基本只能靠租，除非你是超级大富豪，根本不把这折旧当回事儿，那就随便买。宝子们，买车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。第12名，宝马 M5。家人们，今天来聊聊宝马 M5 这台车，它在贬值排行榜里排第12名，那贬值速度简直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快，在5年内，宝马 M5 直接贬值60%，损失超过7.1万美元呢。要知道，这损失都超过一辆新款宝马 M2 的原始厂商建议零售价了，相当于白扔了一辆新车出去。虽说宝马 M5 一直都是高性能轿车里的扛把子，但它那全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不仅没帮上忙，反倒成了拖后腿的。2025年7月 iCars 的数据显示， M5 的贬值速度比 M 系列其他车型都快得多，才3年时间，价值就下降了41.7%，5年后更是高达60%，这贬值率简直让人惊掉下巴。为啥会这样呢？一方面，它换成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后变得太复杂了，二手买家一想到更换电池组和电动机得花一大笔钱，就直接被劝退了。另一方面，高性能轿车这个品类现在越来越不吃香，都快成濒危物种了。二手市场也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。还有个更大的问题，宝马更新换代的速度就像闪电一样快，新款一出来，旧款瞬间就显得老掉牙了。上一代 M5 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表现已经很牛了，但新一代更厉害，又快又高效。就好比你面前有新款超级跑车，谁还会去选老款呢？答案很明显，没人会按你心里想的价格去买旧款，再加上这台车的维护费用高得离谱，都能抵得上一个小国家的 GDP 了。所以啊，这宝马 M5 也就租车开还能说得过去。第13名，梅赛德斯奔驰 S 级。家人们，今天来聊聊在保值率排名里排第13名的梅赛德斯奔驰 S 级。这货啊，开个5年贬值率能高达60.7%，就跟坐了滑梯似的，嗖地一下价值就没了一大半。你说说，就算他顶着豪华轿车之王这么牛的头衔，也躲不过这灾难性的价值大跳水啊！现在科技更新换代那叫一个快，就跟闪电似的，这在奔驰 S 级这种浑身都是高科技系统的车上体现的那叫一个明显。好多系统啊，保修期还没结束呢，就已经老得像个古董了。不过咱也得承认，全新的 S 级那确实牛，简直就是汽车工程界的天花板。它的驾驶辅助技术先进的就像科幻电影里的玩意儿，内饰豪华得跟私人飞机舱似的，坐进去感觉自己都能上天了。而且别看它块头大，性能那叫一个猛，完全不像这么个大块头能有的表现。但问题就来了啊，奔驰为了把这 S 级打造成旗舰车型，一股脑的往里面塞了超多高科技，结果呢，这车就跟智能手机似的，没几年就老态龙钟了，完全没有传统汽车那种经久耐用的劲儿。就说它那套信息娱乐系统才3年时间，就跟个老掉牙的玩意儿似的，看着都闹心。半自动驾驶功能呢，新款车型都不知道比它强多少倍。还有那按摩座椅、氛围灯光和手势控制啥的，正常的时候是挺舒服挺酷炫，可一旦坏了，维修费用那简直就是个无底洞，跟还房贷似的，每个月都得往里面扔一大笔钱。二手市场的那些行家们可都精着呢，谁愿意花大价钱买一辆开了6万英里、发动机故障灯还一直亮着、都5年车龄的 S 级啊？修这玩意儿就跟破解超级复杂的德国工程密码似的，修完之后你的钱包估计都得瘦一大圈。再加上现在豪华轿车这市场越来越不景气了，买家们都更喜欢 SUV， 这就导致 S 级的价值跌得更快了，就像坐上了火箭往下冲一样。奔驰 S 级确实是一辆让人惊艳的好车，但要是从保值的角度来看，那可真是个糟糕透顶的选择，妥妥的保值黑洞啊。第14名，林肯领航员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有点悲情的百万富翁林肯领航员。
你说它不强，销量挺好，客户也忠诚，你说它行，在排行榜上就排第14。关键是它旁边那位大哥凯雷德好像从来没正眼瞧过它，这么多年领航员就像个追赶者，存在感、内饰、性能样样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口气，始终没能超越凯雷德。说到底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名不副实。你花着豪华 SUV 的钱买到的内核，其实和福特探险者是亲兄弟。这就好比买了一身名牌西装，里面穿着优衣库的 T 恤，一旦脱下来露馅了。更吓人的是，这西装不好伺候。空气悬挂坐着舒服，像个大沙发，可沙发坏了，修起来比买个新沙发还贵。还有那颗 V6 心脏，劲儿是足，但也是个药罐子，修起来分分钟让你体验什么叫花钱如流水。所以啊，二手车市场的老司机们都知道，领航员是跳水健将，5年就能游回一半的价格。2025款新车听说改好了，但那二手车市场的黑历史已经落下了。这就跟你非要赌一个3条腿的马能跑第一，听着就离谱不是？所以啊，各位想买领航员，三思而后行啊。家人们，今天咱来聊聊在电动车贬值排行榜里排第15名的现代 IONIQ 5。这 IONIQ 5啊，妥妥成了当下这波电动车贬值危机的受害者。前几年它那价值唰地一下就缩水了大概50%，可它明明是市面上表现相当不错的电动跨界车呢。现代在 IONIQ 5的设计上，那真是下足了功夫，玩出花来了。它那复古又带着未来感的造型，走在路上简直就是显眼包，回头率爆表。车内还整了个滑动式中控台设计，就像变魔术一样，巧妙得很。而且它还有800伏充电架构，在理想条件下18分钟就能增加200英里的续航里程，这速度简直就是电动车界的闪电侠。但问题来了，现在新电动车价格跟做了滑梯式的暴跌，电池焦虑又把二手市场打得鼻青脸肿。IONIQ 5这些优势瞬间就不香了，这就陷入了一个贬值的恶性循环。现代和起亚每年都推出续航更长、价格更低的新款电动车，再加上联邦税收抵免，只有新车能享受，二手车基本没戏。这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差距一下子就拉大了，你说谁还会去买二手的啊？完全没有经济头脑吗？咱来算笔账哈，为啥要花3万美元去买一辆电池健康状况还存疑的二手 IONIQ 5呢？你完全可以花4.5万美元买一辆新车，还能享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。这账一算，二手 IONIQ 5瞬间就不香了，所以它的二手价就跟坐了火箭一样，直线下跌。不过话说回来 ，IONIQ 5确实是一款优秀的车型，就是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买新的啦。嘿，宝子们，今天咱来扒一扒沃尔沃 XC90，这货在榜单里排第16名，是沃尔沃家超厉害的旗舰3排座 SUV。你说沃尔沃也挺努力的，几十年都在打磨这车子，还最近改款想让它更有吸引力，结果呢，贬值贬的那叫一个惨不忍睹，就像坐了滑梯一样，哐哐往下掉。为啥贬值这么厉害呢？这就得怪品牌认知问题了，和沃尔沃其他小兄弟车型一个德行。这么多年 XC90 一直是沃尔沃家庭用车的扛把子，新款内饰是极简斯堪的纳维亚风格，安全系统也先进的一批，看着确实挺唬人的。它又大又有动力，坐着还舒服，安全性能更是没话说，完全就是家庭车的梦中情车。但沃尔沃就是没奥迪、宝马那么吃香，人家奥迪、宝马粉丝那是一大把，沃尔沃呢就像个没人疼的孩子，缺少和消费者的情感连接，这直接导致二手车保值率差得离谱，车越老问题越明显，就像人老了毛病多一样。这 XC90 可不是个简单的家伙，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发动机，空气悬挂，复杂的娱乐系统，高配车型还有一堆电子驾驶辅助装置，没点软件工程知识都诊断不了故障，一旦出问题，维修费用贵的能让你怀疑人生。二手市场精明着呢，把未来可能的高额维修费用都算进去了，所以 XC90 比那些结构简单的竞争对手贬值快多了。这就像是一个技术很牛但没多少粉丝的明星，只能默默承受贬值的诅咒了。第17名，沃尔沃 XC60，这可是一款紧凑型豪华 SUV。客观来讲，它表现那是相当出色。不过呢，它在前5年内贬值幅度可不小。但这问题啊，还真不是出在车本身，而是沃尔沃这品牌影响力有点跟不上趟。先说说 XC60 的优点哈，这车上配备了超多先进的安全技术，就好比给你和家人上了好几重保险。而且它是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风格，那设计独特的很，跟大街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车完全不一样。在制造质量方面，大多数德国竞争对手都得甘拜下风，沃尔沃 XC60 也有它致命的缺点，它不像宝马有着超厉害的性能声誉，也不像奔驰是身份的象征，更没有雷克萨斯那样靠谱的可靠性口碑，它就处在一个挺尴尬的位置，只能吸引那些更看重低调奢华和真正安全工程，而不太在乎品牌光环的一小撮人。这种有限的吸引力直接导致它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低得可怜。
咱买二手豪华 SUV 的时候，谁不想要那个标志性的品牌徽章撑撑面子啊？可 XC60在这方面就差点意思，品牌热度不够，贬值速度跟普通车没啥两样，可维护成本却跟豪华车一样高。再说说它的动力系统，你要是买到搭载 T6 或者 T8 动力系统的沃尔沃，那可有的说了。这些复杂的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还有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的 T8， 里面的电气系统复杂得很，能把维修顾问都给整蒙圈。维修费用那也是高的离谱，二手市场的人都门儿清。沃尔沃 XC60 是一辆很棒的车，但要是把它当成投资，那回报可就太糟糕了。第18名，福特 Edge。家人们，今天来聊聊福特 Edge 这款中型跨界车，它在3年后贬值率高达 41.82%， 而且福特官方直接宣布在2025年把它停产了，这事儿不用多解释，大家都懂啥意思了。其实呢，福特 Edge 算不上一款叉车，就是平庸的太扎眼了。它的包装设计看着还挺不错的 ，ST 版本的性能表现也还算说得过去，但那油耗可真是让人头皮发麻，加的时候感觉它烧的不是汽油，而是高级原油啊！市场对这些问题也是看得明明白白。当福特官宣2025年要停产 Edge 之后，二手车的价格那是哐哐往下跌。换位思考一下，谁愿意去买一款停产车型的最后一年款啊？关键是后续零件供应也没保障，修理起来那不得愁死。Edge ST 为了提升性能形象，搭载了一台 2.7 升的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，能输出335马力。但你花了高性能车的钱，开起来却跟开个家用运输车似的，这体验感属实有点拉胯。再说说它的乘坐舒适度和内饰，只能说还行，过得去，但绝对没有啥过硬的理由能让你放弃本田 Pilot 或者丰田 Highlander 这些日系竞争对手去选择它。人家日本品牌的车保值率那叫一个杠杠的，开5年再卖的时候也能卖个好价钱。但买了 Edge 的朋友们，后续想拿回一半的购车款，那可就有点困难喽，只能祝您好运了。第1名，捷豹 iPace，5年亏掉一辆卡罗拉，捷豹 iPace 地表最强理财产品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聊个狠角色，汽车界的跳楼价王者捷豹 iPace， 它的贬值速度有多离谱？5年时间，价值蒸发5万多美金，贬值率高达 72.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花了50多万买的车，5年后直接变20万，这笔钱你干点不好吗？买点理财产品它不香吗？我严重怀疑捷豹是专门做理财产品的，只不过它是负收益。为啥？3大致命 buff 叠满。1、品牌 buff， 捷豹这牌子懂的都懂，英伦范儿是挺帅，但修起来也真是贵族病，钱包伤不起。2、赛道 buff， 赶上了电动车价格跳水的时代，刚买就腰斩。3、终结 buff， 直接停产，还搞什么奇怪的品牌重塑，这车直接成绝版理财产品了，还是亏本的。当然咱也得客观说两句， iPace 当年是真帅，设计大师 Ian Callum 操刀，颜值绝对能打。动力394马力，开起来也挺有劲儿，不枉费豹子这个名号。但是续航拉胯，操控没那味儿，最致命的是不靠谱，二手市场谁敢碰？修起来比养个祖宗还费劲，得找会修的店，还得准备好随时割肉的钱。所以这给我们所有车主提了个醒，这年头选车真得擦亮眼睛。那些靠堆砌黑科技、品牌溢价的车，贬值起来真是下限探不到底。如果你不幸已经接了这把飞刀，那我只能说节哀。想看看还有哪些车型，美国人明知道坑，但还是前赴后继。我们专门出过一个视频，15款地球人习惯性购买却并非优质选择，点进去看看，保证让你大呼原来我还差点买了这个坑。